你知道吗？在人类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统治者究竟是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连我们熟悉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竟然都只排在第3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倒数，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第1名吧。告别了东方那位热衷于写诗和巡游的乾隆帝，我们继续将目光放在亚洲。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10位，就是见证日本从帝国走向战败，再到现代经济强国的昭和天皇。裕仁于1901年出生，是日本第124代天皇。作为一个充斥宠武思小国家的亲王，他从小就被寄寄附于海军中将家中，长达4年。在他的祖父明治天皇指示下，他被努力培养成智识刚健之辈，自小就被种下了崇尚武力的想法，开始摆脱给人的病弱印象。由于父亲大正天皇心神发育不佳，裕仁在1921年就开始欧洲考察，并于1921年至1926年间担任摄政。1926年12月25日，父亲逝世后，裕仁正式继位，年号昭和。他必须领导的是一个正从世界列强走向军国主义集权的国家。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昭和天皇的角色充满争议。有历史学家明确主张他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战犯，实质上是战争的领导人，但天皇本人却持续主张开战非我之意。无论如何，他亲自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巅峰，以及随后从亚洲大帝国之一走向战败的巨大历史转折。战败后，昭和天皇失去了神性，地位转为象征天皇。他迅速完成了形象转变，开始将行力转向海洋生物学研究、个人生活、社会志愿工作等。他被评为谨守奋纪的象征天皇。他最终于1989年1月7日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2年13天的传奇统治。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9位，就是亚拉冈国王海梅一世。他被称为征服者海梅，不仅是个军事天才，还是个哲人王。亚拉冈国王海梅一世于1908年出生，他年幼时就继承了王位，但在他亲政之前，摄政权落入叔公鲁旭永伯爵上球手中。这位叔公把王国局势搞得一团糟。1917年，在圣殿骑士团的支持下，海梅一世决定亲政，前往萨拉国萨被承认为正式君主。这位年轻的国王一上任就得面对叔公鲁旭永伯爵上球留下的烫手山芋。海梅一世将注意力转向南方，从莫尔人手上夺取大量土地。他最名战役就是1229年征服马六卡岛与1238年光复瓦伦西亚的史诗战役。在他的领导下，亚拉冈王国的势力显著增长。他不仅将领土扩展到了安达卢西亚，还获得了巴利尔遗岛，建立马六卡王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征服者。海梅一世是中世纪罕见的哲人王，他资助建立了许多世俗学府，将阿拉伯数学与犹太律法纳入教学体系。然而，他面对罗马教廷的硬干涉时却是个硬汉。他断然拒绝向教皇行封建效忠礼，并且成功瓦解了教廷的对伊比利亚东北部的宗教管辖权，展现出卓越的政治谋略。海梅一世亲自撰写了军事回忆录《编年史》，详细记录了他的史诗战役。然而，这位征服者在临终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决定将领土分给2个儿子。虽然他为亚拉冈制造了未来对西西里提出主权要求的法律依据，但这次分割也留下了亚拉冈王国未来的统一和稳固的后患。他于1776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2年319天的传奇统治。
现在将时光快转到大英帝国的辉煌年代，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8位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的一生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兴盛与转型。这位欧洲祖母的统治，是从一个被过度保护的小公主，走向长期穿黑衣的寡妇的传奇。维多利亚女王于1819年出生在伦敦，由于父亲早逝，她是在严格的肯辛顿体系下长大，几乎与外界隔绝。她原本并非王位继承人，但在几位伯父都未留下合法子嗣后，她成了唯一的继承人。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继承王位，次年加冕。她必须挣脱母亲及其身边幕僚的掌控，亲自担起这个大任。登基不久，维多利亚就爱上了她的表弟阿尔伯特亲王。由于女王身份，她必须主动向阿尔伯特求婚。两人婚后感情极深，育有9名子女。阿尔伯特亲王对女王的政治与王室形象影响巨大，他们共同塑造了家庭君主制的概念，让王室一改以往的争议形象，转而符合当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英国步入现代君主立宪制。她的时代被称为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工业与帝国的巅峰，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然而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英年早逝，对女王造成毁灭性打击。她在之后的40年中，长期穿着黑色的丧服，成为一位深居简出的寡居女王。尽管在寡居初期，她因为不露面而不受欢迎，但在她晚年，她因其作为帝国慈母的象征而广受爱戴。透过子女的联姻，她的后代遍布欧洲各大王室，让她获得了欧洲祖母的雅号。这位传奇女王最终于1901年逝世，结束了她长达63年216天的传奇统治。现在将镜头转向中欧那个更加复杂、更充满悲剧色彩的帝国。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7位，就是法兰兹·约瑟夫一世。法兰兹于1830年出生，1848年正值欧洲革命年，他年仅18岁就临危受命继位。他是一位极度勤奋的工作狂，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永不变的严谨风格。他以职责至上为个人行事准则，每天清晨4点钟就开始办公，简直是19世纪最敬业的公务员。1854年，他与美丽且热爱自由的伊丽莎白皇后，俗称茜茜公主结婚。尽管约瑟夫一世对皇后的强烈爱意是人之见之，但皇后热爱自由，经常逃离宫廷，他们的婚姻并不融洽。更糟的是，他的独生子鲁道夫皇储在梅耶林殉情，皇后伊丽莎白也遭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这位皇帝的个人生活几乎被命运最恶毒的玩笑所笼罩。在他统治初期，奥地利接连在战争中败给法国及普鲁士，国力不断衰退。为了拯救帝国，约瑟夫一世在1867年与匈牙利人达成协议，将国家改组为奥匈帝国。这个2元制的设计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却无法解决帝国多民族的根本矛盾，让这个国家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炸开的压力锅。即使家庭和国家充满危机，约瑟夫一世这位工作机器仍然坚守公馆。然而，压垮他漫长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1914年，他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塞拉耶夫遭到刺杀。约瑟夫一世最终决定向塞尔维亚宣战，直接引爆了第1次世界大战。这位皇帝没有活着看到战争的结束，他最终于1916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3年355天的传奇统治。
从欧洲的帝国废墟到中美洲的丛林深处，我们继续追寻历史上最长寿的君主。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6位，就是玛雅文明帕伦克城邦的巴加尔大帝。巴加尔于西元603年出生，西元165年7月26日，他12岁那年继承王位。他接手的帕伦克城邦，当时国势可说是跌入谷底。在他继位之前，帕伦克2次被玛雅中部强国卡瓦克姆尔打败，整个城邦处于衰微状态。这位少年君王必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努力稳住脚跟。在巴加尔大帝的统治下，帕伦克城邦重新走向强大。他不仅透过武力征服，扩张了领土，更成为了玛雅西部地区的霸主。由于他的文治武功，现代史学家赞扬他为巴加尔大帝。我们可以说，他成功地将一个被邻国欺负的小透明，变成了丛林中的强权。巴加尔大帝将他的统治精力全都投入到建筑和神话中，许多现存的帕伦克宏伟建筑和碑文都是在他统治期间建立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为自己修建的陵墓碑铭神殿。这座神殿的兴建始于西元675年，是玛雅文明的经典之作。这位皇帝显然非常注重为自己的丰功伟业打造纪念碑。巴加尔大帝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并继续将他的形象神化。然而，最引起世人讨论的是巴加尔大帝石棺的顶盖，上面有一个类似现代宇宙飞船的图案，至今意义仍不清楚。不过，主流史学家认为那只是一个普通的神话图案。这位12岁登基的少年君王，最终于西元683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8年33天的传奇统治。告别了那位在丛林中留下宇宙飞船泥环的玛雅君主，我们将时空拉回欧洲，来看看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5位，就是列支敦斯等亲王约翰2世。约翰2世于1840年出生在维也纳。1858年，他年仅18岁就继承了王位。他年轻时接受了严谨的教育，这位亲王却以孤僻不爱社交闻名。他终身未婚，几乎从不出席任何官方庆典活动。他更像是一个学术研究者，而非一个需要抛头露面的国家元首。约翰2世的统治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动荡。1866年，列支敦斯等在普奥战后解散了军队，宣布永久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2世以绝对中立政策，成功让这个小国避免了卷入战火。更重要的是，战后奥匈帝国解体，这彻底让列支敦斯等摆脱了奥地利的影响，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主权。战后的欧洲民主思潮高涨。1921年，约翰2世颁布了新宪法。虽然新宪法赋予亲王极大的权力，但他建立了全民普选制度，并允许人民享有公投权。这让列支敦斯等成为一个半直接民主制的国家。这位不爱社交的亲王，在位期间却推动了该国最重要的民主化进程。约翰2世终身未婚，并将他的个人遗产都捐赠给了国家。这位低调长寿的君主，最终于西元629年02月11日逝世，结束了他长达70年91天的传奇统治。他的统治为列支敦斯党日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奠定了基础。现在将镜头转向动荡的东南亚。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4位，就是泰国的普美蓬国王。普美蓬于1927年出生在美国麻州，但在他童年与少年时期，他一直居住在瑞士。他在瑞士接受了完整且良好的教育。
他从小就展现出对艺术的热爱，特别是民乐。他擅长萨克斯风，甚至创作了多首歌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乐家。他原先对王位并无预期，生活充满了西方自由的气息。1946年，普买蓬的哥哥拉玛八世在宫中遭到枪击身亡，年仅19岁的他意外继承了王位。然而，这起枪击事件至今仍被认为是一桩谜团。由于王室势力当时被军事强人栾丕并掌控，普美蓬国王继位后，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返回瑞士继续学业，直到1950年才正式返国加冕。可以说，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信任。在普美蓬长达70年的在位期间，泰国政治如同坐云霄飞蝎般的动荡。他见证了泰国历史上的10多次政变与修宪，军人与政客轮番上场。然而，每当泰国陷入最严重的政治僵局时，普美蓬国王总是以居中调停的角色现身，成为唯一能稳定国家局势的定海神针，深受泰国人民的爱戴。普美蓬国王对泰国最大的遗产是他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他发起了超过4000个农村发展计划，亲自涉足水利、种植等领域。他最终于2016年逝世，是当时世界上在位最长的君主。这位经历数十年风雨、受人遗养的国王，结束了他长达70年126天的传奇统治。现在将目光转回英国王室，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3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伊丽莎白2世女王。伊丽莎白于1926年出生，本来不是王位继承人，直到1936年，她的伯父爱德华8世为了爱情任性退位，他的父亲乔治6世继位，他才成为王储。2战期间，他曾在本土辅助部队服役，学习驾驶和维修军用卡车。这位未来的女王在战火中完成了她的战地实习，展现了她的坚毅。1952年，伊丽莎白在非洲访问的时候，接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年仅25岁就继承了王位。她在位初期，大英帝国开始迅速瓦解，大量殖民地独立，她必须将王室从一个帝国中心转型为大英国协元首的角色。他将王室视为一个需要经营的企业，并努力将这个古老的品牌适应现代社会，成为古罗巴的文化符号。女王在位期间经历了无数家庭风暴，包括子女的婚姻触礁和王室火灾。其中1992年对她来说是最难熬的一年，她称之为“我的灾难之年”。当年有3对子女分居或离婚。他必须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带领王室度过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坚守他不公开表达个人情感的原则。伊丽莎白2世女王在位时间超越了她的高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她见证了从丘吉尔到约翰逊等10多位首相的更替，以及从黑白电视到网络时代的变迁。最终，他于2022年9月8日逝世，结束了他长达70年214天的传奇统治。他的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落幕。告别了那位在位长达70年、以坚守职责和沉稳克制风格闻名的伊丽莎白2世女王，现在我们将时光倒转，看看欧洲历史上最爱秀的国王。路易14于1638年出生，1643年年仅5岁的他继承王位。由于国王年幼，朝政由他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妮和首席大臣马萨林红衣主教掌管。这段摄政期，国家爆发了著名的投10党之乱。童年时期的动荡让他对绝对权力产生了极度的渴望和信仰。1661年，马萨林逝世后，路易14正式亲政，他废除了首席大臣职位，亲自掌握所有权力，并喊出了那句经典名言：“朕即国家。”这位国王将法国贵族集中在他的宫殿，让他们沉溺于宫廷的礼仪和享乐，以防他们发动叛乱。他最著名的成就就是耗资巨大的凡尔赛宫，
这座宫殿成了欧洲绝备君主制的代名词。虽然被称为太阳王，但路易14却是个狂热的战争机器。他频繁发动战争，从法荷战争到大同盟战争，不断试图扩张法国的领土和影响力。虽然初期取得成功，但这些战争耗尽了法国的国家财富。在他的晚年，法国国力开始急剧衰退，人民生活已变得困苦不堪。路易14的长寿却带来了个人生活中的连串悲剧，他的儿子、孙子甚至曾孙都先他而去。在他逝世时，他的合法继承人竟然是他的5岁曾孙，后来的路易15。这位权倾一时的绝对君主，最终于1715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72年110天的传奇统治。讽刺的是，他一生的奢华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埋下了祸根。我们终于来到了榜单的顶端，将目光投向非洲南部。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的第1位，就是刷瓦基兰国王索普扎2世。索普扎2世于1909年7月22日出生，同年12月，他的父亲南瓦尼5世在庆典中突然过世，年仅4个月大的索普扎就被选为继承人，成为了最高酋长。想象一下，这位国王登基时连爬都不会，更别说治理国家了。因此，在他成年前的漫长岁月里，国家主要是由他的祖母拉波吉贝尼太后担任摄政，直到他长大成人。索普扎2世长大后前往南非的勒福戴尔学院接受教育。1921年，22岁的他正式亲政，加冕为王。当时的刷瓦基兰还是英国的保护国。索普扎2世展现了极高的政治完手，经过多年的周旋与谈判，终于在1968年让刷瓦基兰宣布独立。这位曾经的傀儡婴儿，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独立初期的刷瓦基兰原本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但索普扎2世始终觉得这套制度水土不服。1973年，他做了一个震惊政坛的决定，废除宪法，解散国会，并禁止所有政党活动。他成功地把权力全部收回自己手中，使刷瓦基兰成为非洲少数的绝对君主国家。比起路易14的政级国家，索普扎2世可是真的把他写进了拉法里了哟。索普扎2世不仅在位时间长，他的家庭规模也是世界级的。据记载，他拥有70位妻子和210名子女。在1982年过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甚至超过了1000人。这已经不是一个家庭了，而是一个军团呢。这位见证了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冷战结束的国王，最终在1982年逝世，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经过确切验证的最高纪录，在位长达82年254天。回顾完从第01名到第10名的历史，这10位传奇统治者中，哪一位的故事最让你感到意外？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喜欢这个最长统治者的系列朋友，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下个影片见。